你敢相信吗？眼前这些色泽金黄、被烤得滋辣冒油的美味，竟然是人肉！它被当成食物端上餐桌，一群身穿怪异服装、行为举止诡异的人，竟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而这些人竟然都是17、18岁的花季少女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竟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故事发生在1996年，一群青春活力、才华横溢的高中女子足球队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打进了新西兰州全国女子联赛。隔天，他们就乘坐飞机准备前往比赛地点。女孩们欣喜若狂，殊不知这场旅行将是她们噩梦的开端。飞机起飞后不久便开始剧烈摇晃，即将坠毁。恐怖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机舱，哀嚎声、尖叫声响成一片。坠机引发的大火将同伴活活烧死。目睹一切的眼镜女率先找到应急舱门，同伴们一起用力，终于将门推开。大家争先恐后的逃了出去。此时大火即将引发飞机爆炸，而另一个同伴正卡在座位上不能动弹。善良的肖娜想要去救他，可飞机即将爆炸，队长只能放弃自己，队员拉着肖娜赶紧跑。当他们跑出机舱，却发现飞机坠毁在一片原始森林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同伴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个个都是头破血流的模样。善良的肖娜还想去救困在机舱里的队员，可突然，眼镜女找到教练，可他的一条腿却被机舱门死死地压住。队员们用力将舱门抬起，而教练的腿却已经被压得粉碎。正在大家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冷静的眼镜女却悄悄离开。而就在此时之前，被队长见死不救的女孩凡凡却逃了出来。肖娜和队长顿时尴尬不已，曾经亲密无间的队友此时也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。在此期间，眼镜女扛来一把斧头，直接用力砍断了教练受伤的腿。同伴们都被这一幕吓傻了。眼镜女则冷静地解开裤腰带，赶紧给教练止血。此时的她就像个指挥官，教大家该如何求生。她给受伤的队员们进行细心的包扎。教练断腿伤口需要赶紧消毒，凡凡便从队长的包里拿来消毒水。队长正准备说那是自己的，可凡凡却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队长也只能一脸的尴尬地同意了。消毒水淋在教练断腿上，这让他痛不欲生。可大家却不敢告诉他是谁劈断了他的腿。把教练包扎好后，大家便将剩下的食物进行分配，耐心地等待救援。与此同时，团队里的小美发现了自己的行李箱，并在里面找到心爱的小熊。可正在她开心不已的时候，头顶上方却滴下来一滴血，她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他们发现副教练坠机后被树枝直接贯穿胸膛，大家赶紧商讨该如何将他救下来。队长提议用石头砸向副教练，看他是否还活着。可黑姐马上怒斥他，人都这样了，你还冲他扔石头。队员凡凡也趁机对他冷嘲热讽。整个团队已经火药味十足。正在此时，副教练的儿子杰克冲了过来，他爬上树想要将父亲救下来，可树枝根本支撑不了2个人的重量。就这样，副教练直接摔成一滩肉泥。晚上，大家围着火堆互相谈心，缓解压抑的气氛。肖娜告诉众人，只要在这里耐心的等候，飞机上的应急定位发射器会发送求救信号，用不了多久救援队就会赶到。大家都满怀期待，而此时眼镜女却将斧头放进火堆中炙烤。趁同伴不注意，她拿着被烧得火红的斧子走到教练身旁，接着掀开他的断腿，直接烫了上去。就这样，教练痛得晕倒过去。而当同伴赶到后，眼镜女却极其淡定地说，这样才能止血。深夜大家睡着后，她便来到小树林内解手。正在此时，她偷听到2名队友的对话。队友说，这次多亏了眼镜妹，她的冷静和果断救了大家，要不是她的话，所有人都死定了。听到这里，眼镜妹开心地笑了，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因为她在团队中经常是小透明的存在，同学们时常对她恶语相向，而通过这次事件，她却成了大家的救世主。而也正是因为这2句夸赞，却导致了所有人丧失最后的逃生机会。因为此时正在解手的眼镜妹，竟无意间发现了失事飞机的应急定位发射器，有了它，大家就能够出去。而此时，为了继续成为团队的救世主，眼镜女竟然决定将发射器狠狠地砸烂。她企图将所有人都困在这里，继续化身救世主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遭遇空难的第3天，眼看食物所剩无几，救援队却迟迟没有到来。此时黑姐带来一个好消息，她说在距离6、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湖泊，而他们剩下的水最多只能支撑2天，与其坐在这里等死，还不如一起过去。可队长却不同意，他希望大家待在原地保存体力，继续等待救援队。而因为之前的见死不救，队长的话已经失去了威严，无奈之下，团队成员只好举手表决。然而黑姐却以一边倒的优势获胜，就连队长最好的闺蜜肖娜也背叛了她，2人的关系逐渐出现了问题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只能跟着大部队一起离开营地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跋涉，大家终于抵达了湖边。他们在水里尽情的嬉戏打闹，每个人都笑得特别开心，似乎忘记了遭遇空难的噩梦。正在此时，长发女发现远处的山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对他们反光，大家都以为是一户人家，于是众人兴冲冲地跑过来查看。大家兴冲冲闯了进去，可长发女洛迪却觉得这座房子十分的诡异。小屋内一副荒凉破败的景象，这里已经有超过10年无人居住，遍地铺满灰尘和蜘蛛网，甚至还散发着阵阵臭味。大家开始检查屋内是否有用的东西。队长找到了一个罐头，黑姐还担心他吃独食，可打开一看，却是早已发霉变质的垃圾。队长顿时发火，说他们就应该听他的，好好待在飞机上等待救援。可是到如今却于事无补。
见队长如此伤心，好心的闺蜜给她送来毯子安慰她，就这样两人的关系重归于好。夜晚，长发女洛迪始终不肯进入到屋内，因为她对这间房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到了半夜，黑姐突然听到头顶的阁楼上正发出诡异的响声，不信邪的她准备上楼查看。她一步步的走上楼梯，竟看到洛迪正蜷缩在角落里。然而更可怕的是，洛迪的眼神一直看着她身后。当她转头一看，一具铮铮白骨出现在她面前。到了半夜，金发女从噩梦中惊醒，却看到洛迪正死死地盯着那间阁楼，口里还说着。金发女告诉她，白骨已经被他们埋了，让她别担心。然而一种恐怖诡异的气氛依然让同伴后背发凉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对昨晚的事还心有余悸，但眼镜女却表现得十分的乐观。她贴心地照顾着教练，继续一步一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。然而他们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小屋内找到一把猎枪。教练告诉众人，他们也许短时间内不可能获救，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学会打猎。为此他们举行了一场选拔，枪法最准的人将拥有猎枪的使用资格。经过一番测试，最终猎枪由杰克和金发女娜莎负责保管，他们被安排出去打猎，而其他人则负责去收集能吃的野果野菜。在采摘的过程中，洛迪却发现树上有一个极其诡异的标志，像是一个人被什么东西活活插死。正在此时，大家在小树林内竟然发现了一架废弃的飞机，他们兴奋不已，而眼镜女却是一脸的担心，因为如果大家获救，那她的计划将全部泡汤。小美赶紧爬上飞机进行检查，反反转动螺旋桨。欣喜的是，飞机能够正常运行，但她却根本停不下来。队长赶紧将同伴推开。危急关头，树枝卡住了飞机的轮子，队长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然而洛迪却诡异地说，这就是屋主人惨死的原因，他不想让他离开。另一边，杰克二人没过多久就扛着一头鹿回到营地，他们受到同伴热烈的欢迎，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吃到肉了。教练吃饱后便一瘸一拐地准备返回房间，但为了继续照顾教练，心机的眼镜女竟然故意将他绊倒。Are you okay? 大家吃饱后便在屋内开心地跳起了舞。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，播放器却突然坏了，而此时阁楼再次传来诡异的声音。第二天一早，眼镜女偷偷来到教练的房间，想要叫他起床。可当她看见教练支起的帐篷，她心动了。17年来，她这一朵娇艳的鲜花还未绽放，蠢蠢欲动的她准备伸出手。就在此时，教练被她吓醒。What are you doing? 眼镜女赶紧解释自己刚才只是想帮她盖下毯子，可心知肚明的教练让她赶紧滚，不要对自己图谋不轨。这让好心的眼镜女只能伤心的离开。遭遇空难的第3个星期，救援队依然没有找到他们。虽然女孩们都来了姨妈，但还是干着重活，就连队长也不例外，不干活就不能吃早饭。此时队长来到湖边打水，却发现洛迪穿着睡衣正诡异地站在湖中央。队长向他打招呼，而洛迪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他整天神神叨叨，大家还以为是由于遭遇空难导致他精神压力过大，队长也就没多想。由于来了生理期，队长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到营地。闺蜜肖娜赶紧上前关心他是否需要帮助，可队长却问她为什么没像其他人一样集体来姨妈，这让女孩想到就在出发的前一天，她曾和队长的男票有过尽兴的一夜。她只好撒谎称可能压力太大导致姨妈来晚了。随后肖娜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进行自我检查，她担心自己可能真的怀孕，为了不暴露自己，她偷偷将破布蘸上鹿血，然后拿给队长看。就这样，队长打消了疑虑。同时为了拉近和他的关系，肖娜还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了他，并表示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闺蜜。就在此时，同伴大叫着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，经过大家的检查却什么都没有。黑姐嘲讽那一定是鬼，而无聊的队长此时却提议晚上举办一场降鬼会，秉承外国人少的原则。作死的女孩们欣然答应了，队长赶紧行动起来布置降鬼会。与此同时，眼镜女这边再次发起对教练的攻势，她将一杯中药递给教练，还说这能帮助他的断腿消除肿胀。教练也没多想，于是便喝了下去。晚上大家在阁楼围成一团，各自将新鲜的血液和泥土涂抹在自己的头上。队长吟唱着咒语，并将闺蜜献祭为鬼神降临的容器，由她手持法器。刚开始大家提的都是一些无聊的校园感情问题，一切都再正常不过。可就在此时，杰克的弟弟提了一个令全场后背发凉的问题。 Are we all gonna die out here? 此时法器缓缓画出了一个8字形。 Okay, an 8. What's that supposed to mean? It's not an 8, it's an infant. 而一个神秘的物体正在慢慢接近。洛迪转头看向窗外，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，他们赶紧重新点上蜡烛。而此时的洛迪就像着了魔一般，嘴里发出诡异的不是女人的笑声，扭曲的声音说他需要血，需要更多的血。他喃喃自语地走到窗前。与此同时，楼下的教练竟然从口中吐出许多不明液体。小美见状，赶紧拿着圣经跑上阁楼，一番驱魔无果后，她将圣经砸向洛迪。洛迪瞬间清醒过来，还质问小美为什么要打自己。惊恐的众人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仿佛还没从刚才的恐惧中缓过神来。而这一切只有小美知道，这些怪事一定跟那个诡异的图案有关。然而更加恐怖的还在后面。第二天清晨，被困在原始森林的女孩们正在采集野果，
但此时洛迪却看到极其诡异的一幕，一只野鹿头上竟然挂满血腥的内脏。他赶紧叫来同伴，可一回头却什么也没有。难道是自己眼花了吗？然而没过多久，杰克便和内莎打猎回来，他们带回来的正是那头诡异的野鹿。大家纷纷表示自己可不会吃这么恶心的玩意，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身体却很诚实。可当他们剖开野鹿的肚子，里面竟然全是腐烂的蛆虫，有人恶心吐了。大家看着这诡异的一幕，更是摸不着头脑。此时黑姐情绪崩溃，她说冬天马上就要到了，难道他们要在这里活活饿死或者是冻死吗？谁都别再指望获救，大家必须要走出去寻找救援。黑姐的一番话戳中了大家的痛处。第二天她整装待发，几名伙伴愿意加入她一起走出去。临行前，洛迪给了泰莎一把骨质的小刀，并告诉她说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，如果他们遇见红色的烟和血色的河，就要赶紧回来，因为那是不祥的征兆。就这样，大家做了最后的告别。然而原始森林环境恶劣，随时都会出现豺狼虎豹，他们真的能走出森林找到救援吗？当天晚上，大家围坐在火堆旁，共同幻想着被营救的那一刻该是多么的开心。然而此时一声狼嚎让大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在黑姐的极力安抚下，大家心惊胆战地度过了第一个晚上。然而第二天清晨，他们便遇到了血色的河，指南针也在这个时候诡异地转动起来。泰莎想起了临走前洛迪对她说的话，并告诉黑姐这个血河是不祥的征兆。大家打了退堂鼓，都提议先返回基地，可黑姐却极力反对。她说什么梦境，什么血河都是胡扯，即便指南针坏了，我们也可以朝着太阳的方向一路走下去，万事皆有对策。在黑姐一番激情演讲下，无奈的众人只好跟着她继续走下去。到了晚上，众人准备睡觉，由黑姐值第一班岗。然而到了半夜，豺狼虎豹的嚎叫声将他从梦中惊醒，他竟然独自爬到树上躲避，可树下的同伴却遭了殃，他们拿着火把驱赶着恶狼。而当黑姐从树上跳下来，同伴泰莎正被恶狼攻击，准备叼走，他赶紧发射信号弹，谁成想恶狼根本不怕，他马上抄起木棒，狠狠地将恶狼打死。然而此时的泰莎却奄奄一息，她的半张脸都被咬得血肉模糊，大家都以为她死了。黑姐在悲痛中点燃火堆，想把她火葬，可就在这时，泰莎的手指动了一下，原来她还活着，大家赶紧把火扑灭。好家伙，没被恶狼咬死，竟然要被他们活活烧死。泰勒被狼咬的半边脸血肉模糊，黑姐让剩下的2人赶紧回营地呼叫支援。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回到了营地。在得知他们的遭遇后，大家都非常震惊。然而当众人赶到原来的分手地点，却不见黑姐2人的身影，大家都以为他们被狼叼走了。就在此时，一发信号弹射入天空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即将奄奄一息的2人。回到营地后，由于泰莎的伤势严重，大伙赶紧给她缝合伤口，没有麻醉药让她疼得撕心裂肺。而黑姐也因为自己的过错内疚不已，她差点让自己心爱的伴侣丢了小命，但求生仍要继续。第二天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众人却还在睡觉，这让团队里的小美极为恼火。她叫醒众人，并说自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她决定开前几天找到的废弃飞机飞出原始森林寻求救援。为此，她已经看了好几个星期的飞行手册。虽然教练极力反对，但目前泰莎严重的病情需要治疗，肖娜也怀孕在身，她不得不放手一搏。就这样，大伙整理着废弃的飞机，并开辟出一条长达40米的跑道。虽然大家心里很是不爽，但是却无可奈何，毕竟面对活下去的希望，又有谁不想第一个逃出去呢？一切准备就绪，他们互相拥抱，让小美保重。教练告诉她，如果飞出去，一定要记得回来救他们。This is my purpose. 然而事情真的会那么顺利吗？伴随螺旋桨的转动，飞机蓄势待发，众人眼里都充满了希望。在滑行到55码后，飞机终于飞起来了，小美开心不已，众人一路追逐欢呼，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小美副驾驶的玩偶小熊竟诡异地燃烧起来，同伴的笑容也戛然而止，飞机爆炸了。众人彻底崩溃，难道这里真的存在什么神秘力量不让他们离开吗？冬季渐渐来临，动物和野果越来越少，他们只能以白色的蠕虫艰难果腹。然而这营养价值丰富的虫子，大家却实在下不去口。就在这时，队长提议，既然大家都被困在这里等死，那还不如就拿这些虫子和用腐烂野果泡的酒，来一场美丽的告别。虽然大家心有不爽，但还是赞同了队长的建议。然而这却不是美丽的告别，而是死亡的告别。隔天，大家开始准备装饰用品，眼镜女也来邀请教练到时候一起跳舞。教练虽然反感，但是眼镜女说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被邀请参加过舞会，看她如此可怜，教练也就勉强答应了，告诉她就只是单纯的跳舞，让她不要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。而眼镜女却认为教练对她也有意思，于是她偷偷来到小树林，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迷幻毒蘑菇。她计划让教练喝下去后，来她个生米煮成熟饭。为了这场派对，大家精心打扮。肖娜由于怀孕，裙子的拉链一直拉不上，她向楼下的同伴寻求帮助。恰巧此时眼镜妹刚好路过，她放下蘑菇便上楼帮忙。可等她回来，却发现迷幻菇不见了，原来同伴已经把它放进了今晚要喝的汤里。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纷纷喝下有毒的蘑菇汤，而下毒的眼镜妹则在一边诡异地笑了起来，因为今晚迷幻菇药效一发作，她便可以趁机得到教练的身子。而此时的肖娜也给闺蜜拿来了一碗，可队长早已对她失去了信任，
随即便把蘑菇汤偷偷全部倒掉。与此同时，大家载歌载舞，尽情的放飞自我。而此时，眼镜妹想邀请教练也来跳支舞，然而这次教练竟直接将她拒绝，并叫她不要打自己的主意。伤心的她只能在一旁独自喝着果酱，黯然神伤。另一边，内莎见队长带走了自己的鼓掌对象，一气之下也拉着教练去了其他地方。他们在小树林内喝着私藏的针灸，而此刻毒蘑菇的药效正在慢慢发作，他们开始精神恍惚，身体也不受控制。教练这才意识到眼镜妹给所有人都下了毒，他们的蘑菇汤有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派对上的众人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幻觉，他们胡言乱语，并做出许多诡异的动作。而另一边，队长带着杰克来到小屋内，他们准备为爱冲锋。到了晚上，大家这才意识到队长和杰克都不在现场，一定是为爱鼓掌去了。洛迪则提议应该把他们抓起来，因为全队最精壮的男人应该是属于大家的。就在赶回营地的路上，一声声狼嚎恐吓着他们，但在迷幻菇的作用下，他们变得兽性大发，就算豺狼虎豹来了也毫不畏惧。不久，众人就闯进了小木屋，准备捉拿两人。看着他们衣衫不整的模样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队长还想狡辩，但裙子上的一抹初红却出卖了他。随后，众人便把他关了起来。而兽性大发的少女们则将杰克的衣服全部扒光，准备对他施加酷刑。这一段打斗场面太过刺激，不易观看，我们先行跳过。经过非人的折磨，杰克终于受不了了，他迅速挣脱跑了出去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在大家的眼里，他竟然变成了一头野鹿。于是众人便拿上刀，兴奋地追了出去。夜晚的诡异森林内，杰克在前面狂奔，丧心病狂的女孩们则在后面不停地追赶。不幸的是，杰克最终还是被他们抓住。洛迪仿佛就是个邪教主，他下令肖娜赶快动手。就在匕首即将割破杰克的喉咙时，内莎和队长及时赶到，他们赶紧救下杰克。此时杀人的尖刀也掉了下来，两人赶紧去抢。最终内莎拿到了刀，洛迪则狠狠地对他说 Even him, even you. 内莎让他不要装神弄鬼故弄玄虚，可洛迪却发出诡异的笑声。这让众人毛骨悚然。第二天，当众人清醒过来，大家都不敢相信他们昨晚竟险些杀死自己的同伴。回到营地后，大家便将矛头对准眼镜妹，质问她为什么要给大家下毒。然而眼镜妹却委屈地说，迷幻菇本来是给教练准备的，阴差阳错之间才导致大家吃了下去。就在此时，身后的树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，一只体型硕大的棕熊从草丛中窜了出来，众人被吓得连连后退。然而此时的洛迪却异常冷静，他慢慢靠近棕熊，大家都以为他疯了，谁知道下一秒棕熊竟在洛迪面前跪了下来。洛迪见状一刀下去，这诡异的一幕让同伴们看得目瞪口呆。送人头的狗熊就这样成为了他们口中的食物，但同伴们都很疑惑，为什么狗熊能被他轻松拿下？难道洛迪有什么神秘力量吗？此时队长却嘲讽说，洛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，遇到一只脑残的熊。可是到如今大家根本不在乎，能吃饱就行。泰莎提议大家吃之前先来场祷告，以感恩上帝赐予的食物，可队长却觉得很可笑，嘲讽他们都是一群疯子。前一晚他们还丧心病狂的纵欲狂欢，现在却装得像没事人一样。紧接着他将矛头对准肖娜，质问她昨晚为什么要企图杀死杰克。可肖娜却尴尬地说自己不记得了，队长却继续逼逼叨叨。肖娜爆发了，他说要是你昨晚不偷偷带走杰克去为爱鼓掌，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队长揭露他跟自己的男友搞破鞋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男票的。吃瓜群众一言不发，都在欣赏这场撕逼大战。队长让他滚出去，可同伴们却说，既然你说大家都是疯子，那走的人应该是你。随即队长一气之下搬了出去，他原本以为会有人出来劝他，可这个时候谁会惯着他？他只能点燃火堆住在外面。半夜他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肖娜过来主动道歉，请他进屋。队长也不再死扛着，来到屋内，大家赶紧给他披上毛毯，还贴心的端上热巧克力暖暖身子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竟看见明明已经死去的副机长。 So glad you're joining us. We've been waiting for you.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，昨晚大家早就睡着了，根本没人去叫队长。肖娜来到窗前，此时屋外已经下满鹅毛大雪，她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跑出门外。就这样，队长被活活冻死了。肖娜撕心裂肺地哭着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，洛迪手捧队长的心脏，好像在举行某种祭祀。小团体内也似乎产生了类似邪教的东西。以上便是《黄蜂》第1季的所有内容。在第2季中，由于寒冬导致食物短缺，以洛迪为首的邪教徒将以献祭的方式猎杀同类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将走向人性的野蛮，而来自荒野的折磨则远远没有结束。更多后续内容，订阅影迷心声，看遍精彩人生。